在开始新的篇章前，我们来回顾一下编年史当中在上古之战的结尾还发生了哪些事，并以此为上古之战做一个总结。首先是塞纳留斯，伊瑟拉将他送入翡翠梦境，由绿龙给他疗伤。其次是那些荒野之神，在最后的决战中，巨熊兄弟、阿加马干、哥德林、艾维纳纷纷阵亡，乌龟半神托尔特拉却存活了下来。当战斗结束后，有人发现他被压在成堆的恶魔尸体下面，他最后抖了抖身上的尸体，慢慢地问：我们打赢了没有？半神的牺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牺牲，因为他们的灵魂其实是在翡翠梦境中。在大地的裂变版本中，由于死亡之翼的大灾变，打破了现实位面、元素位面以及翡翠梦境之间的连接，那些元素领主就又重生了，而伊瑟拉也利用这个唤醒了那些远古半神，而这些则是后话了。对了，这里还有一个在编年史中并没有记载的黑豹半神阿沙曼，在军团再临版本中补充了他的故事背景。德鲁伊古书宝典中记载到，在上古之战初期，他为了保卫苏拉玛的居民，与一名深渊领主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他与敌人同归于尽，成功的保卫了苏拉玛。德鲁伊在他倒下的地方建了一座祭坛，以纪念英勇无畏的阿沙曼。而由他保卫的苏拉玛，在上古之战爆发初期，城中的上层精灵们仍然信奉着艾萨拉女王。随着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对女王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一开始，他们还只是担心，没过多久，燃烧军团就驻扎到了苏拉玛城中，他们准备在此建造第二扇通往扭曲虚空的传送门。这时，这群上层精灵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的首领大魔导师艾利桑德当机立断，他决定破坏燃烧军团，开启传送门的计划。为此，他打算动用一件上古神器。原来，这群上层精灵很擅长寻找那些具有强大力量的神器。在苏拉玛城中有一间古物殿堂，在那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失落已久的创世之柱。这是当初泰坦赐予守护者用来塑造艾泽拉斯秩序的圣物。当时守护者完成了伟业后，这件神器便逐渐遗失了，直到上层精灵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了这件神器。现在神器在手的艾利桑德和他的追随者向苏拉玛的恶魔发起了进攻。就在传送门即将要开始工作时，法师们使用创世之柱的力量封印了传送门。尽管他们阻止了恶魔的计划，但这群上层精灵并不打算加入暗夜精灵的反抗军。为防止灾祸降临，他们还利用创世之柱之一的阿曼苏尔之眼，在城中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奥数法力之泉，并树立起了巨大的防护罩，以此抵御恶魔的入侵。这口泉水名为暗夜之井。之后的千万年间里，在暗夜井的能量保护苏拉玛的上层精灵的同时，还将他们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种族——夜之子。在大分裂发生时，永恒之井的大爆炸将艾萨拉女王和许多忠于她的上层精灵都吸进了大漩涡的无底深渊中，但他们并没有死去。女王与上古之神恩佐斯达成了一项交易，她与她的族人被扭曲成了一种邪恶的蛇类种族纳迦。他们在海底建立起了新的都城纳沙塔尔，这个是魔兽 8.2 版本艾萨拉的崛起中将要开放的新区域。大家想去看看这个区域吗？如果想的话，等版本上线，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纳沙塔尔的真面目。另外，在编年史第6集的结尾，我们还提到熊猫人的皇帝少昊，他将自己的灵魂与土地合二为一，用自己的元神幻化为浓雾，将潘达利亚遮蔽起来，使其无法被外部世界发现，得以在大分裂中免于覆灭。大分裂使得这个世界支离破碎，随着永恒之井的消失，暗夜精灵也失去了他们宝贵的奥数力量源泉。幸存下来的暗夜精灵来到海加尔山，在去往海加尔山山顶的途中，马法里奥与其他暗夜精灵一致认为奥数魔法太过于危险，为了防止像上古之战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他们决定禁止使用这种法术。当他们登上海加尔山的最高峰时，惊讶地发现山顶竟然有一个较小一些的永恒之井，而井边站着的那个身影，马法里奥再熟悉不过了，正是伊利丹。原来在大分裂发生之前，伊利丹将永恒之井的泉水装进了几个瓶子里。当他来到海加尔山后，
他将其中的几瓶倒进了海加尔山顶的湖中，原本宁静美丽的湖水变成了另外一个永恒之井。眼前的这个奥数之源虽不及原来的永恒之井，但是同样散发着可怕的力量，这使得部分暗夜精灵与伊利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伊利丹甚至将加洛德打昏了过去。这时马法里奥阻止了伊利丹，并询问他为何要这么做。伊利丹认为，有了它，我们才能拥有与燃烧军团抗衡的奥数力量。军团的回归只是时间的问题。有些幸存的上层精灵认同了伊利丹的观点，但是大多数暗夜精灵却坚决反对。他们还斥责伊利丹鲁莽而自私的行为，认为新的永恒之井必定会沦为下一个军团的传送门。伊利丹不管众人怎么说，他依然坚持己见。无奈之下，众人决定将伊利丹囚禁起来，而这项提议是马法里奥发起的。他之所以选择囚禁伊利丹，是因为当时在场的马维隐哥，他在得知弟弟加洛德出事后，当场就拿出武器准备杀掉伊利丹。这时泰兰德阻止了他，而加洛德则让马法里奥来决定伊利丹的命运。作为哥哥的马法里奥，一方面他明白伊利丹对燃烧军团的担心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样能够保住弟弟的性命。于是在塞纳留斯的帮助下，他将伊利丹锁进了石牢中。马维隐哥则主动要求对伊利丹进行看守，从此马维隐哥获得了守望者的称号。他将一群行事隐秘的暗夜精灵守卫集结在自己麾下。顺带一提，在小说中，马维隐哥原本在艾卢恩姐妹会中任高阶女祭司一职，在泰兰德接任了大祭司之职后，就让马维心中颇有不满。马维觉得大祭司之职原本应该由他继任，再加上伊利丹没被处以极刑，这使他无法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基于上述原因，所以他提出主动看守伊利丹，只要伊利丹逃跑，他便有理由亲手干掉伊利丹。由于第二个永恒之井的诞生，三大巨龙军团来到了海加尔山。守护巨龙知道，只要有这口力量源泉的存在，燃烧军团就会设法再次入侵艾泽拉斯。因此，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在这口新的永恒之井上，用一颗魔法种子种出了一棵参天大树。其实编年史中没有提到的是，这颗种子就来自于翡翠梦境中的万树之母加尼尔。树枝很快遮住了湖面，大树直入天穹，树根深深扎根于大地之中，将生命的能量散播到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至此，这棵大树就作为了新永恒之井的封印而存在着。这棵巨大的世界之树被命名为诺达希尔，意为苍穹之冠。暗夜精灵们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巨树，保护永恒之井不再受到侵犯。守护巨龙们一致同意为暗夜精灵赐福。为了更好地帮助精灵们进行他们的守护任务，阿莱克斯塔萨为诺达希尔灌注了全新的力量与活力，而暗夜精灵也同样能够从中获益。梦境守护者伊萨拉的赐福使诺达希尔与所有暗夜精灵德鲁伊都与翡翠梦境紧密相连。在这之前，德鲁伊如果想要进入翡翠梦境，需要通过极高的冥想修行才可以进入，而现在有了伊萨拉的祝福，使得这些德鲁伊随时都能够进入到梦境中。最后，时间守护者诺兹多姆将他的能量灌注到诺达希尔的树根与枝干中，他的赐福使得只要诺达希尔存在一天，暗夜精灵就能享有永恒的生命。有了巨龙的赐福，第二口永恒之井就不再能为虚空中的恶魔指引方向了，燃烧军团也无法轻易地将它作为传送门进入艾泽拉斯了。它成为了暗夜精灵与自然世界联系的象征，一座让暗夜精灵族群免受疾病与衰老的神圣丰碑。到这里，上古之战的故事算是圆满了。看过番外篇的朋友应该知道，上古之战三部曲中其实有一条关于上古之神的暗线，只不过这个部分在编年史中没有被提及。另外需要提到的是，指挥官加洛德隐哥在上古之战期间，加洛德临危受命当上了指挥官，但是他本人其实并不愿意当一个管理者，所以在上古之战后，他将反抗军解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了泰兰德。在之后的某一天，他悄然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等到玩家再见到他时，就是大地裂变的版本了，只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前9400年。这时的暗夜精灵势力已经延伸到海加尔山南部的灰谷。
他们在泰兰德的带领下重建家园。他让艾卢恩姐妹会成为执掌暗夜政权与军事力量的组织。不仅如此，他还培养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哨兵部队。这支部队由虔诚且训练有素的女兵组成，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密林中巡逻，守护族群，抵御外族入侵。而哨兵部队中的许多成员都是上古之战中的战士，他们的首领正是山地斯雨月。年轻的山地斯在战斗中屡立军功，他的英勇表现使得泰兰德在建立哨兵部队时任命他为这支新兴战斗力量的指挥官。同时，马法里奥则带领族人钻研德路伊之道。在经过大分裂后，许多法师弃用了奥术魔法，开始转而追求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换句话说，法师转制成了德鲁伊。和纪律严明的哨兵部队不同，这些德鲁伊缺乏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由于伊瑟拉的赐福，他们可以随意的进出翡翠梦境，开始尝试各种变形术。德鲁伊的变形法术就是从这时开始广为人知的。值得一提的是，德鲁伊在探索梦境时，经常会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这一点让泰兰德感到很头疼。有时他们需要德鲁伊帮忙守卫家园，但这些德鲁伊却都在休眠状态，很少有人能醒着响应他们的召唤。而这时的世界格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一群古老的敌人也在暗中潜伏，这正是上古之战中幸存的萨特。他们在大分裂时躲进了世界的黑暗角落里，并伺机反扑暗夜精灵。这群萨特的首领名为萨拉恩。萨拉恩的崛起引起了在大分裂后被困在艾泽拉斯的部分燃烧军团余孽的注意。这一恶魔响应萨拉恩的号召，陆续从潜伏的黑暗中涌出。这支恶魔大军向暗夜精灵的据点夜道谷发起了首次袭击。黑暗之门开启前9300年，起初来犯的恶魔使得暗夜精灵遭受重创，然而战局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山地斯提出了一个抗击恶魔的策略，将德路伊从翡翠梦境中唤醒，与哨兵部队一同抵御外敌。在马法里奥目睹了萨拉恩腐化森林的恶行后，他决定将梦境中最强大的一支德路伊唤醒。醒来后的德路伊与哨兵部队精诚合作，向萨拉恩的领地发起了猛攻。有了德路伊的强大自然法术，再配合山地斯的精妙游击战术，他们一举将萨拉恩的大军击溃了。然而，就在暗夜精灵转败为胜的时候，他们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威胁。有一群德路伊在首领拉莱尔燕牙的率领下，意图驾驭荒野之神哥德林的愤怒，转变成了凶残的狼形态。拉莱尔和他愤怒的同伴沦为了自身狂怒的奴隶，在战场上不分敌我的疯狂杀戮。被这些狼形态德路伊咬过的暗夜精灵也会染上一种可怕的诅咒，使之同样被转化成为狼形态，也就是变成了我们所说的狼人。这群狼人的出现使得马法里奥对德路伊之道开始进行反思，如果不加以约束，以后还会有更多像拉莱尔一样的人在追求力量的过程中走入极端。为此，马法里奥和他的追随者创立了塞纳里奥议会，该组织指导和约束着全世界的德路伊，并对他们的行为严加监管。议会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应对狼人的威胁。万般无奈之下，马法里奥只得将拉莱尔和他的狼人同党放逐到翡翠梦境的圣树达拉尼尔之下。他相信他们能在树下进入平静而永恒的长眠。在狼人被放逐后，萨特们取生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暗夜精灵们一边驱逐萨特，一边对腐化的森林进行净化。最后，幸存的小部分萨特遁入到暗影之中，再也无法对暗夜精灵社会构成威胁了。黑暗之门开启前7300年，在大分裂发生后的漫长岁月中，达斯雷玛主日者所领导的那一批幸存的上层精灵，始终没法融入到新兴的暗夜精灵社会中。现如今的律法禁止研习法术，可是不少上层精灵仍然抵不过奥术魔法的诱惑。尽管一次次的警告，但这些上层精灵还是偷偷研习禁术。其中一些屡教不改的上层精灵被判处了死刑。这时，愤怒的达斯雷玛站了出来，他宣称奥术力量是上层精灵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惧怕他的人都是懦夫。之后，他便率领追随者肆无忌惮地研习奥术魔法，完全不理会其他暗夜精灵的劝阻。在他们看来，研习奥术魔法并不是背叛，暗夜精灵是命中注定的伟业缔造者。为了复兴伟大的暗夜精灵帝国，因此必须继续钻研并使用奥术魔法。上层精灵的公然反叛，
震惊了整个暗夜精灵社会。然而，研习魔法的人实在太多，暗夜精灵实在不忍将数量如此之多的同胞亲手处死，只能将这群上层精灵赶出了海加尔山，使他们再也无法从永恒之井中汲取能量了。虽然达斯雷玛和他的追随者遭到了放逐，但他们却对这个结果欣然接受，因为他们不必再被暗夜精灵族人所束缚了。在达斯雷玛的领导下，他们打造了一支强大的舰队。随后，他们扬帆起航，驶离了卡林姆多，朝着大漩涡另一侧的未知土地进发。在这群精灵向着大洋彼岸进发的同时，让我们来看看大分裂后的世界有了怎样的变化。当初的永恒之井已经变为了大漩涡，在它旁边的便是纳沙塔尔。在大漩涡左边的是卡利姆多大陆，大漩涡右边的区域也就是后来的东部王国，北边的大陆被称为诺森德，南边的这块是被迷雾所掩盖的潘达利亚。在迷雾之海上还有几处零星的岛屿，比如科赞、破碎群岛和赞达拉岛屿。如果你现在还在玩魔兽的话，你会知道这几个岛屿似乎缺了一个库尔提拉斯，这是因为在刚刚发生大分裂的时候，库尔提拉斯还不在现在玩家看到的那个位置。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中讲到人类王国的时候提到。另外还有几处岛屿暂时还没名字，但是我相信就算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它们叫什么吧。本期的互动环节，如果让你在魔兽的其中一个地图安家，你会选择哪里？原因是什么呢？你可以留下评论或者是弹幕告诉我。好了，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记得关注并长按点赞键来实现一键3连，这对于我这个 UP 主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